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对，破防。好，怎么很有震动的感觉？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大叔中文。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前几个月啊，茶叔有一个感慨，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叫做同学会那对，那因为我的台湾用 LINE 嘛我们在 LINE 群组上有一个高中同学群组，然后这个群组上呢最喜欢发言的那个同学他是做业务的，他是卖药的所以他每天都在po 那些药的广告 po 一大堆，我们私底下都很讨厌这个同学因为他很喜欢洗版，把那个 LINE 弄的都是广告文我们叫灌水，你们叫洗版，刷屏嘛，也可以叫刷屏。刷屏，对，我们很多说法，对不对同学都可以学起来。然后，但是同学群里发这种灌水因为这是他的工作，特别他卖那种药，就是说专治菜花。就是性病，我们台湾说菜花是一种性病，对，不是那个蔬菜的名字，是性病。那多尴尬呀！发在这个，可是他的工作啊，他就是希望同学能够得性病的能够想到他嘛，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在台湾叫对，或者是那种很多药，然后我们都不太喜欢他发这种广告文。那所以我们前几个月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没叫他，看到他就有同学说有叫他，还是聊得很热络，但是有同学比较诚实说你不要再发那种文我们看了很不舒服。还有的人退出群组，因为他说他老婆有看到那个广告文，不晓得你们这个群组是在干什么的然后就是聊然后其实我们到这个同学会的同学们就开始，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同学会的一个规定，来的同学一定都要分享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家庭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一定很好奇嘛。所以你们同学会肯定是在一个饭店，然后可能有一个小舞台，然后每个人上台去对，一般有多少人呢？一般有多少人参加？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有30几个同学来，然后呢每年都越来越少，每年递减我们很有意思我们第一年是在我们的母校高中，我们叫中正高中那个母校，我们是在里面借教室在里面，所以非常有意义。那时候有30几个人，我们还邀请我们的老师去然后大家还穿着那时候的制服去参加那个聚会，非常的有纪念性，然后非常有感觉。然后我们一样会分享那一年我们做了什么，特别老师在的时候那个老师很感动，我们那个是英文老师，他很感动，他就觉得说哇，经过了10几年，没想到这些同学其实我们长大之后，对不对？变成好像戴了很多层面具去面对我们的可能是家人或我们的同事，但是呢当你到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卸下了面具，大家都回到高中生活那种。有吗？我觉得同学会是一个炫耀的场所呀，一定要告诉别人我混得很好，我那笨叔你们的同学会可能就比较虚伪一点对，我觉得大陆的吧都是这样吧，同学会就是为了要炫耀啊。因为我们高中生活非常淳朴，不止读书，我觉得我们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感情。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在高中，所以我们每次到那个聚会，大家都聊高中的时候泡妹啦，喜欢隔壁班哪个女生啦，怎么样，然后大家就感觉自己好像又变回了高中时期那种，那种大家同学们之间很熟悉，天真无邪，很单纯，然后现在因为出社会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茶叔在说，他还不是说你没有啥？对啊，我觉得你来赶紧说。大陆的同学会都是为了去积累人脉吧。第一是攀比，第二是看就是对方是不是做生意跟我有一些交集啊，可能以后可以一起。
当然我们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我在同学会看到那些同学的感觉，我真的觉得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攀比跟你说人脉当然也很重要，那个也是我们聚会的一环，但是你会觉得大家不是带着目的性来，大家是真的当然想要去重温那时候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当然每年人数会递减，所以我那时候我是每年一定会去，我是个重感情的茶叔啊，所以我每年你比较闲吧，我觉得也是啦，所以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姓詹詹天佑的詹，然后他詹天佑的詹，然后他那时候都是全班倒数的名次，但是他现在是政治大学的教授所以他还去英国留学什么的，然后那必须去同学会啊。他一上台的时候讲出来之后，所有人都震惊了，下巴都掉下来，老师也很震惊。一个本来是名次很落后的一个，当时被定义成坏学生的人，现在竟然变成了政大的教授。我要是他，我也去啊。对，我是他，我也去。就是你们当年啊，老师你那么在班级里不给我面子，天天说我考试考不好。不会，我们那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说很感谢大家在那段时期陪我看漫画，陪我聊棒球，陪我什么什么。我们没有说我是教授了，那我看不起你们。我觉得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上去就说我现在在做自媒体啦，然后什么订阅才5万多，最近当然现在有6万了啦，以前就是订阅才5万多，哇！同学们下巴又第二个下巴又掉下来，有5万多人订阅，世界知名老师，对，大家都说这个茶叔以前英文是很好，全班最好的，你应该当英文老师。你怎么教中文？的确也当过英文，的确也当过英文老师，但是我现在的正式工作是媒体。多媒体工作者、内容创作者，对，连我的，因为我们的导师是英文老师嘛，他都很惊讶现在你是网红，我说没有到网红，就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人而已，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投以羡慕的眼光，因为我又把我那套我是半退休的人那一套讲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同学大概有一半以上都结婚了，不婚的很多，不婚的那么多，不婚的很多，有一半结婚了，有一半没有。然后不婚还是离异啊？没有离异的，可能有离婚就不敢来了。对，离婚不敢来，我真的这样觉得，没有面子嘛。所以很多同学很羡慕我的生活，就是很自由，然后就是竟然用这种很特别的方式赚钱。对呀。另外一个同学就不是那么光彩的上台，他低着头。他在高中的时候是练跆拳道，他是跆拳道社团的，他不是很努力读书的，的确名次也不太好，然后他很壮，他每次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他每一次上学，你会发现他走路很重，为什么？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走路那么重？后来把他裤管卷起来，发现他的脚有装铁片。就说他是练功夫的一种方法，铁片拿掉，他会走路就很快，身轻如燕。所以他对，所以他在脚上装铁片，所以他就是要负重走路这样子。那我们都以为他以后出社会可能也没什么出息，因为跆拳道出来你要做什么？中国人思维就是这样嘛。这个感觉就是不是一个不是很容易找得到工作的一个同学就对了。后来的确也是，他后来变成外送员，就是在台湾就是每天骑摩托车送就是早晚很辛苦，送外卖，然后过得很辛苦。然后交女朋友也是好不容易交到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可能嫌他脚臭啊，嫌他薪水低啊什么什么。就感觉过得不如意，过得不太如意。对，所以那个同学会之后就觉得说，我也蛮好奇的，就是
当年的同学现在都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呢引言引得那么长，就是好长啊，这可以一半你不都讲完了吗？才开始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同学的故事都可以讲。那就是说其实我蛮想了解各位观众们也想一想，跟你同龄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自觉得过得还不错啦，我就天天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我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虽然还没有结婚，那也不代表什么，我的确就是觉得过得很充实，然后也运气也不错。我们做了大树中文也有点收入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同龄人里面还算不错，抬得起头。然后也就是至少不是很苦的过日子这样子。对。好，那灿叔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或者你有你的同龄，比如说你的同学，你现在知道他们的近况吗？对，会知道，肯定会知道朋友圈啊等等，其实还会知道一些。首先说一下这个同学会，我只参加过一次，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高中的同学会，那应该是好几年前了嘛，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在老家嘛，就过年的时候，刚好那有一次有机会。我一般情况下走的比较早，那一次专门为了同学会，就是走的比较迟一点。然后我觉得那次同学会还是比较单纯的，就像茶叔那一次一样，是在学校里举行的，老师还参加了，还有他们有一些比较我们当时的班长啊什么的办了活动，最后大家一起拍照啊，一起吃饭啊等等，感觉还是很好。在那个状态下并没有说在攀比或者怎么样，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整体而言会回到比较单纯的青春岁月的感觉，都聊的都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会有。而且有些人好久都没见了嘛，当时也成天在一起说话聊天玩什么的，现在就是觉得都想分享一下各自的生活，但也没有说过分深入的去就是刺探别人的生活。差不多就会觉得还可以。而且比如说那个时候有见到当时喜欢的女生啊，或者哪个女生曾经喜欢过你这种，就是都是处于暗恋那个状态，就会心里也稍微有点小心动那种感觉，会让突然之间让自己感觉好像变年轻了一点点，那是有这么一个状态的。但整体还好。主要我今天其实这个话题是我想起来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到一定年纪之后，其实多少就会有一些对比嘛。你会看自己的同龄人他们过是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有几个同学其实是好朋友，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吧。就首先有一个好朋友，我之前说过，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劈腿了啊，对，然后他其实当的是公务员，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非常非常聪明。他是那种学习都不怎么需要努力的，所以呢，他其实后来我觉得他仕途应该会比较稳，未必能做得比较大比较高，但是他会比较稳，所以生活我觉得还可以。而且他是那种生活过得很细致的人，就是不是很小气，而是很细致，他对生活有追求。比如说他当时自己就在我爸妈家上面买了个房子，那个是一个2层楼的，他自己全部是自己装修的，一些设计啊等等，他都是他自己做的，包括一些家里那些手工啊各种东西他都会做，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细的人。我觉得他的后来我还记得他还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等等，我是觉得他对生活有这种可以享受的部分啊。虽然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当公务员你感觉是一个比较相对死板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被完全框住，虽然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啊，但现在说实话人家婚姻也好着，孩子也慢慢长大了。我们其实联系很少，平常没有多少联系，偶尔过年回去的话，因为我现在过年都回乡下了，其实也见不到他。曾经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但离得远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以前都喜欢文学的东西，后来他去了先去北京那边，后来因为他是在西安上的大学，当时认识一个师兄，是在广州深圳那边，就是开始经商啊什么的，他当时也过去了。一开始做这个，他做自媒体比较早，做是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他一炮就火了。因为他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是在一家公司叫豆瓣，豆瓣就是有这种电影啊书评分的这么一个网站，
所以他认识了不少媒体人，所以他一开始做这个时候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一下就红了。而且他本身就有很多的文学的积累，又是比较的这方面钻研比较多，所以他的文字啊，还有选材等等，就很快就吸引了一波人。同时在这个状态下，他也认识了更多人，后来还做了这个电商，和人合伙做电商，卖衣服啊等等。其实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说实话，现在我就是他的朋友圈成天就他生了2个孩子，然后呢成天就是练书法，然后带娃出去转一转。他其实基本上已经对生活已经不用愁了。他当时在广东还是深圳，广东那边买了个房子，其实是全款买的，1000多万全款买的，就直接买了，就是有那个钱可以买这个事情。所以他当时在就是作为上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你也没觉得他可能会特别厉害。但是我觉得就是选对了这个人生的道路，就是把这个文学东西先放到一边，先去经商，把自己的生活底子打好。现在他其实我感觉有点像这个慢慢开始回归自己的本心，做一个文人这种感觉，因为他已经有经济打理了，他不用愁这个事情了。对，这是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同学，其实我很感慨，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2个也关系很好，就是很多人说我们2个长得很像，因为那个时候成天在一起，就是学校有什么节目，唱歌节目啊，我们都一起上去，然后成天一起唱歌，还一起玩等等。他家境不是很好，是一个相对县城下面的一个村子里头，我都跟他去过他的老家。但是呢，这个孩子也很聪明。我发现其实你要做出一定的成就，你必须聪明一些，胆子大一些，然后敢去做。对，就是这个状态。他就是我们都学的英语，说实话，其实路是很窄的，毕业之后路是很窄的。那个时候我到西安之后就做翻译，因为我老婆当时的公司比较好，就是他们公司呢是一个化工的公司，那个时候正在买这个全世界买设备，所以他们需要就是和一些翻译公司联系，就是派给翻译公司一些活。就是我那同学刚好在重庆，那边有一个翻译公司，所以我和我老婆去那边玩的时候，那边的翻译公司就请我们招待我们，带我们吃火锅啊、洗脚什么的。那个时候就联系一下我那个同学，他刚好有时间就过来了。我突然发现，就和他大学的时候状态不一样，他非常的活泛，就是明明他其实也不是人家招待的，他一下就融进来了，而且反倒有点反客为主那种状态，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已经开始做外贸了，成天跑工厂呀等等，而且做得很好，已经是在那个是做得比较好。后来我还听说就是他自己出来单干了，再后来我就成天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就是已经和很多经商的人啊参加商会啊，自己还做什么茶馆啊等等，生活已经很滋润了。我会觉得其实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你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高的能力。但人生有时候就是你选择的路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子。其实这个当然也有混得比较一般的同学，和我差不多的，甚至比我差的也有。但我是觉得，就是人生里头，其实很多东西你看不清楚，在年轻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究竟会怎么样。我要是当时茶叔在说回去同学会的时候介绍自己的话，我觉得我那一次同学会，别人问我是干什么，那个时候我还说我是做翻译的。那这次回去我可能也会说啊，我现在是做自媒体的，我教中文的，最多就是这样子。其实我其实还是有点心虚，因为我还达不到茶叔那个心灵很平静的去接受这个状态，我会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我自己也不满意。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当然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比较顺的地方，有不顺的地方。你可能能看到一些人的光辉的一面、光彩的一面，但可能他生活里头也很多的东西也是你不知道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你要很多时候要是让我的话，过分的就是把自己整体这种经济状态啊，或者这种生活状态啊，过分的暴露在认识你的人的眼睛里，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并不是会特别想说我现在具体是干什么，我的经济状态怎么样，生活状态怎么样，我并不会像他们说的像你一样分享的那么多，太详细，我会很不舒服。我觉得别人多少会觉得啊，你曾经不是挺好吗？你现在怎么是这个德行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家境也很好，学习也还可以，人也很聪明，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并不是我觉得我很满意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和别人对比的话，我会觉得有时候
挺扎心的这种东西，破防了，想哭啊！有这么夸张吗？这么有啊？我听完灿叔说完，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很喜欢攀比。对，喜欢。对啊，这一下就明显的对比出来了。我觉得这两种同学会，这种心理就是说是深扎在心里，深植在你心里，会去比较。这个不是他爱比较或我爱比较，就是中国人真的本能上的，就是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对，他比较体面，他以前没那么好，他现在凭什么那么好？就是会有一种自然而然攀比的。那倒也不是说就这个状态，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的家境可能和你们两个不一样，就是我父母是做生意的，有钱银。那倒也没到有钱大地主，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父母还有比如说我父母的亲戚啊等等，就是兄弟姐妹啊等等，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从小说实话，我们家境也算比较好的。那你说实话，到这个状态下，你自然而然的会首先和家人做对比，比如说你的家人他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现在是什么状态，你自己在同年龄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因为我爸在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工厂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说，就是终于已经开始可以赚钱了，以前都是亏钱。那后面其实我们家家境一直是往上走的，就是没有我从小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没有为钱愁过太多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状态下，而且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好像有点停滞了，但是你的同龄人好像一直在往前走，你会觉得不管他们是追求的什么方向，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停滞不前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掉下来的这个状态。可能你看见的是假象啊，因为我放在朋友圈，所有人放在朋友圈都是他自己最光彩的、最这个生活中最值得炫耀的一幕。是的。那可能你看着他每天跟很多这个就是出入比较高大上的场所，我知道。然后生意做得很好，那可能他背后他欠了很多债啊，他做的那么成功，他肯定要冒更大的风险，他可能展现的跟他每天生活的那个节奏压力是不同的，跟你每天感受的是不同的。这个其实我是觉得不是重点，就是我其实不需要就是这种逻辑自洽让我明白，就是可能每个人，我其实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一些困境，一些心酸的部分，因为具体落实到生活里头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有一个心魔，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会对自己有一所期许，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怎么样，不是说完全通过对比而来，就是说通过看到他人，你就会比较清晰的看到自己这个人生这个前进的方向好像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因为你是肯定是对自己有期许的，不管我比如说做大说中文也罢，做中文教学或别的方向，我自然是对自己有期许的。因为我就和你说，就是这个家境让我导致就是我对自己期待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我父母对我期待也是比较高的，那自然而然我是对自己感觉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也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我甚至不是和你们说过，就是我父母过国庆来的时候，我在他们面前哭了。我其实真的第一次在我父母面前哭，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挺失败的。我甚至觉得这个婚姻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点失败，就是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我老婆包容我，可能换了别的女人可能早就分了。因为我这个人生状态我一直不是很满意，不管这是心魔也罢或怎么样也罢，就是这是我最真实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不需要就是进行一种自洽，就是说别人也怎么样，这个其实不是我需要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挑这3个同学来说呢？就为什么不挑别人，你就挑了3个最成功的？是为什么不挑对在标准下的那种？我是和你说过了，我不需要和比我差的人比，我为什么需要通过和别人差的人比去凸显自己还可以呢？就是因为我对自己本身这个生活状态并不是特别满意啊。就是我不满意的话，我要通过对比比我不如的人，那其实我要寻求内心的安宁嘛。这个其实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不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都是压力或者负面的东西。我只是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动力。那我觉得我希望做更好，我不是说我要比他们都好或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他们在那里能让我看到，其实人生还有你只要再往上走一走，还是能够到一些你想得到的标准的。这个其实是我对我这个人，我这种性格人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对，不是，我是听的是觉得是蔡叔，你挑这3个人可能是在经济方面比较富足的，那你的标准可能就是收入。对，我的很清晰，就是收入。对，我不会挑茶叔，挑这3个人。对，因为对我茶叔也赚很多的。我觉得可能对你2个不一样一点，就是茶叔其实因为也没有结婚，没有家室，你其实说实话也是孑然一身嘛。你们当然钱赚多点是好，钱赚少一点也是好。对我而言，我首先就有家庭，我需要对老婆和孩子负责。而且我说实话，因为另外一层我刚才说了，就是我的家境，就是让我觉得我父母对我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我需要满足他们的期待，让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其实说实话是，就是已经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要求也罢，或者期许也罢，他们当然也会说，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自己过得好就行。你其实比你的很多兄弟姐妹过得都已经好多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一个标准总是在那里的渴望，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说实话在经济上早早就达到他们想要的标准，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个特别平庸的，只是说很享受日常生活、简简单单生活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标准，就是让我有这种追求也罢。其实说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我真实的我。对，是，对，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先满足物质上的需求，然后才会去追求心灵上的满足跟富足。所以这个绝对是我们的第一步该做也是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已经有家庭的人。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还没说，你说，我要说，我要 cue 你啊，我就是要 cue 你啊，赶紧把自己的说了，抢着说，对，对啊，因为如果我去同学会，我肯定就是不会被这个，就是可能他做公司做得很成功，还有他有家庭很美满的家庭，我可能不会被这样的同学吸引，吸引我的几个总是那些。身上有特别独特经历的那个人生故事的那几个同学对，比如就是因为我是在美国留学嘛，然后我那个留学是这个是中美合办的一个项目，所以我班上有很多中国同学啊，然后其实一般就是选择去美国留学，好多的人去之前的想法就是看将来能不能留在美国。然后真的有2个同学留下了，然后他们留下的途径也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就突然看到他们就是在穿着那个美国大兵的那个迷彩服，然后扛着枪，然后站在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国土上拍照，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昔日的同学今天怎么变成了一个美国大兵？就是感觉，很突兀，就是觉得不现实。这个就是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本来是一起留学的学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捍卫美国的美国大兵啊。对，然后他的目的就很单纯，我后来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当时毕业之后就是找工作就是拿不到当地的工作签，然后找律师的话也留不下来，然后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就决定就是去从军的话好像是你当兵几年就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来留下然后包括他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几个美国土生土长的，都是这种就是一起打仗的都是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多，想要移民，对，想要移民想要留在美国的，就没有其他途径，就走这种比较极端的途径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国留下来找不到工作的，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那他们就也是觉得加入军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种这个，就是将来退伍了当一个军官什么的，就是门槛比较低，但是收入会比较高的一个工作。如果让他们直接去
找中文相关的工作，可能就是翻译啊、口译啊，就这种时薪很低，每个月就没有固定工作，只能拿这个就是不固定的这种自由职业的这种支票的。那他们不想这么干，就只能就是就可能就去你要得到好的工作，那你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然后就加入这个军队。还有的也比较极端，还有的就是家境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拿这个美国的国籍。国籍然后办法就是在美国，就是其实在我们留学的过程中啊，他们就赶紧生孩子。生孩子，因为在美国结婚生小孩不用结婚，就是两个同学正好是男女朋友，中国人，中国国籍。但是如果美国有一个不是法律吧，就是你只要在属地主义就是对，你只要在美国生了孩子，那你的孩子就是自动有美国国籍啊。那他们呢？孩子是美国国籍，他们还是中国国籍。对啊，就好麻烦。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中国又不承认双国籍。对啊，就很麻烦。就他们就指望着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家属的这样的关系，然后帮他们移民到美国啊。这么千辛万苦一定要去美国是吧？有人就是坐飞机，有些孕妇就是在坐飞机到了美国的领空生小孩，那个小孩就是美国人。对啊，会有人这样做啊，啥人都有，就很啥方法都有。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很有意思的背景的，我会想去，对，就感觉想问一问看看怎么样啊。就还有就是可能那种就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固定工作，就他人生也不想找工作，就是当背包客，然后世界到处走。然后就是因为没钱嘛，只能穷游，只能那个住青旅。然后你就感觉他好像人生一直在漂泊，但是他也不累啊。然后每天就发一些照片，我也挺佩服的啊，就觉得很不一样的人生的这个模本。我肯定是不敢，但是我看他发东西，我会觉得，哎，就是敢于走出一条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一条路，敢于舍弃。对啊，对，所以当然他肯定他住青旅，可能我真的去做的时候，我可能受不了，天天跟7、8个人挤一个房间，睡一个房间。但是就是我就觉得有意思啊。对，还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国内工作，但是他可能就是他所有的假期他都来西班牙，然后他只走那条就是朝圣之路。就是他每年年假只有那么2个星期，他完全他想出国，他可以去世界各个地方旅游。但是他只来西班牙，他走那条朝圣之路，就是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大家就是在那条路上走个那个，可能有的人走1个月、2个月，就一直在走，所以一直在路上走啊。就也不是一种旅游，就是可能一边走一边就是找到内心的平静。对啊，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就是喜欢。他内心到底有多反复的走那条路，每年都要走。对，我也就是不理解。但是如果我是他，我可能去好多地方旅游，我不会就是这一条路走来走去。然后，我也其实也不太懂，但是他就是其实对他来说是有趣的，特别，很特别也很勇敢的感觉。对，对，他就是每年过来走1周，所以说你刚刚说那个背包客的那个同学，他可能边旅游，然后边赚一些打零工，赚一些钱，对，然后就去可能世界各地走一走，这很勇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面会觉得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务正业，你怎么不找个正职工作，然后找个家庭稳定下来？但是我觉得像有这种旅游环游世界增广见闻磨砺自己的这种人，我觉得真的很勇敢。他
他愿意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路，我觉得很不简单。对啊，但我觉得反正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是一个做事情有目的性的人，我觉得就算要纯粹，比如说我要增广见闻、磨砺自己，那我去走一走。那么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这样飘着，他可能真的就是人生状态就是飘着，他并没有多少人生的目的性。说实话，飘着也是一种目的啊。我觉得人生漂泊着，然后你在漂泊中找到的自己，可能跟在家庭的角色里找到的自己，跟在自己窝在家里找到的自我是完全不同的自己。所以他选择走出这条路，找到一个他觉得自己真正的样子的人，是很勇敢的。对啊，所以这个很不简单。所以听到你们这个同学跟同学会，我就觉得那我觉得我的同学会真的很八卦很无聊，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随着每年同学会的人数减少，现在大概每一次同学会都是7个8个，那我们就会找一家餐厅去吃个饭。那我们同学见面真的就是那个熟悉感一回来，一聊天就是7、8个小时哦。然后我们还会去我们说续托啦啊，就是会就是这个餐厅吃完到下一个餐厅去啊，这个台湾叫续托。然后我们就是慢慢就是衍生出一个新的传统，就是到同学会的人一定要分享自己的八卦。对，所以我每次为什么一定会去同学会？因为我很喜欢听八卦。然后对我本身不是个八卦的人，但是我很喜欢听而已。那所以我们这几年很好玩，大家就分享自己的婚姻跟感情生活。对，所以我最近这几年常听到的就是很多在婚姻中的人不满于现状，然后会做出很多不同的事情出来。有的同学就是在婚姻状况里面，老婆管得很严，然后他是有门禁，老公是有门禁的哦，他老婆规定他管再严都有门禁是吗？很严，他老婆规定他每天你有门禁就是几点之后必须回来那个门禁是吗？对，那个门禁，他说不管你工作再忙，你晚上7点前一定要你带着小孩回来。哇，然后那也太严，7点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家务，超过7点的加班绝对不准。然后家务都是你一定要做。是他老婆是个新时代女性，他老婆也在工作，他老婆是律师，对，然后管得很严。那他就是这个老公是算标准的模范老公，就是老婆说什么一定是3令5申的，什么都要听。所以他接小孩也是他，做家务也是他，然后有门禁的也只有他，然后他老婆没有门禁是吧？他老婆没有门禁，然后周末呢，周末一定要带全家出去玩，绝对不能排公事。那所以老婆应该赚的比他多吧？我觉得经济能力上应该比较强一点，不然的话也不是他就是可能怕老婆啦，就是纯粹怕老婆的人嘛。对，河东狮吼嘛，多可怕呀！所以呢，这个他就分享说他想他自己也在苦恼，他想到他后来觉得就是自己真的是个很怕老婆的人。那我们就跟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老婆说的也是都没有错嘛，我们听老婆的话也是，我们同学们都安慰他说，听老婆的准没错，老婆要你早一点回去，你早一点回去享受家庭生活，这有什么不好？你如果晚回去交际应酬什么的，对你的身体也不好。那我们同学们这样子讲一讲，他也释怀了。然后就听到另外一个同学长叹一声，你这个算好的。他讲了一个我们大家都下巴掉下来的事情，就是他老婆也管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就说他是 A 同学好了。A 同学是一个老师，他说老师的生活你们也了解，很无聊，每天就是上课管学生，很无聊。那他老婆也是个老师，所以就是他一直觉得生活上没有什么突破。这个可以讲吗？就是你同学会不会看你的节目？他不会看我们的播客啦，所以讲 A 同学，谁知道 A 同学是谁？好，那就他在学校当教务主任
那我们都觉得在台湾老师的薪水是很高的，不错，而且他跟他老婆都是老师，那薪水多好啊，对不对？然后他们2个小孩感觉就是家庭很美满，所以当他讲出那个故事，我们下巴掉下来，因为觉得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们都露出了八卦的特别八卦，特别八卦。他就说他当教务主任的时候，这个同学长得不怎么出色，不怎么帅，但是个性的确很努力，很老实。你知道踏实老实的男人很容易很有魅力是吗？对，很有魅力不帅没关系，但是当女生发现你很努力工作，那种专注的眼神非常吸引女性。特别呢，在学校这种场合，比较保守的场合，女老师都很孤单寂寞可以这样讲吗？可以。所以我这个同学他当教务主任很多年了，就是有一个新的女老师进他们的学校，然后看到我那个同学心动，觉得老师这个年轻的女生，年轻女老师心动。你的同学和你年纪差不多吧？对，对。那这个年轻女老师她不顾年龄的樊篱，她决定，可是我同学已经结婚了，对啊，你知道有些人是不在乎这一些的，所以这个年轻女老师就频频的对我同学示爱。我同学一开始就是no， 不可能，我已经结婚了，我是已婚男子，不可能跟其他女人有任何的触碰交集，不可能。然后对，不可以有任何瓜葛的。然后但是呢，这个女老师就是很有这个魅力，就是她不放弃。这女老师也很漂亮，很有魅力，不断的示爱，到最后我这个同学真的男生可能都是这样，缴械投降，有点把持不住也真的还缴械，把持不住，这个可以讲吗？会不会太限制级？反正大家听一听就不会啊，你都讲到这份，一个出轨的故事。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同学会多八卦，出轨的故事就是高中同学为什么可以坦白分享这样的事情，他告诉你们他的这段故事他说他只敢在大方，他只敢在这种同学会，因为我说实话，我们高中的时候同学感情都非常好，什么秘密，喜欢什么女生都会分享，因为我们同学之间真的关系非常好，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然后其实说实话，他也只能告诉我们了，但是这种秘密憋在心里多痛苦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可是我感觉就是怎么样，有的同学不会大嘴巴吗？就肯定人和人还是有一点这个。我们同学会就像我大嘴巴，现在全世界都讲出来了。我跟你讲，我们同学之间都有这个默契，就算像我也认识我这个同学的老婆啊，我不可能跟他讲啊，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同学们之间都有职业道德啦，不可能去讲这种事情。万一你的同学就是拿着大叔给他老婆看，说：“哎，你看我同学现在混得多好。”有大叔还看到一半，大叔然后看到一半正好播到我们这一集。放心，我讲的是 A 同学，我又没有指名道姓，好的，没关系。对那我就讲完，还没有讲完刚刚的故事。那这个出轨的故事，就是终于这个年轻的女老师示爱很久之后，就屈服了，就扑倒了是吗？就到他们就到一个就是那个小旅馆运动器材室啊，没有为爱鼓掌，在学校里。到那个运动器材室，趁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关系。对。然后我同学说，感觉真好，出轨的感觉真特别，真好。当然，我觉得他是对我们坦诚，就是真的，他把他真实的感受说。对，肯定是很有罪恶，非常的有罪恶感，但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奇妙。那我他也不怕这个。不怕同学们对他那个道德批判啊，就是我们这些同学不可能去道德批判，为什么？我们太熟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知道人生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就是失去控制，失去矜持，或者我们也不一定聊出轨，我们聊很多生活上的挫折或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聊的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心里有一个秘密，你找到一个可以说的人，可以分享，可以寄托的人，而这些高中同学就是这群人，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我老婆或告诉其他人。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高中同学就是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可能生活中没有很多交集，反而见面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太私密的东西，我一定要说给非常熟的人吧，天天混在一起的我才敢说吧。可能我只能说我们高中那段时期是在革命情感非常的深，因为我们是一起准备大考的，主要是不一样。那个感觉是我们从早到晚，甚至还有晚自习，那是一整天都生活在一起，我们太熟了。然后都是男生是吗？没有女生？都是男生，没有女生。我们是男校，我们是男校啊。我是讲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如果有女同学在，也对，有一点那个。但当然也不妥。那我明白了，那我现在明白了。有老师在肯定也不妥，所以我们就是几个7、8个最好的同学在就筛选下来最后几个关系最好的人了，肯定是就是而且就是他愿意来同学会，可见他对同学们的感情一定是很深厚的。对啊，所以就是甚至我刚刚说的那样出轨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分享啊。那刚刚那个分享的出轨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没结束啊？对。还有啊，对，还有，就是后来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亲密关系，对，然后就是都没有钱去开一个房，没有钱，必须在学校的更安全吧？可能学校外面有记录吧，我们不可能去建议人家，那你就或者是在运动器材是比较有刺激，或者在运动器材是比较有刺激感，因为你在那里要防止说有没有人经过，或有没有人或其他的体育老师来开门，或许有一种刺激感。我在这里没有要鼓励大家婚外情，鼓励，我就是在讲，我是在讲一个故事，我同学的故事就是这样。大家不要觉得理查老师觉得好奇妙，我试试看，千万不要啊！我就是分享一个故事而已。那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后来分的原因也很奇妙，就是说这个年轻女老师又看上了学校另一个是吗？另一个主任，男主任觉得他很努力工作，就把一样的示爱的讯息传送给他，然后就慢慢跟我这个同学疏远了。那我这个同学是已婚人士，这女老师内心有什么缺失吧？我觉得我专门找出那我这个同学当然已经是已婚人士，他根本不可能想要挽回或什么，能够疏远最好。一开始也是这个女生主动，她才就范嘛。那既然这个女生主动疏远，那她就顺势的断开这个关系。那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年轻女同学也是结婚的哦，那老师也结婚了。找那个对，年轻的女老师是结婚的，她就去找另外那个她喜欢的主任，他们又有发生关系。对，那个主任也有结婚。然后我们其他同学一致的感想就是，贵校的老师圈关系真乱啊，乱七八糟的这样。然后他就对，然后他就什么？你说没有，我在想，故事就结束了。你还想要什么？对啊，就是一般这个老师说完这个同学他说完他出轨的故事，就是肯定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那肯定其他的同学都纷纷开始分享自己的出轨的故事嘛。哪有那么多出轨的故事？不需要纷纷的分享，也不需要激起千层浪，因为分享八卦跟出轨的故事就是我们同学会大家会来的原因。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准备好自己的内心小故事在同学会分享。重点来了，我就想知道茶叔有什么故事？茶叔分享的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啊？那肯定不会放过你啊！人家都说这么内心的故事，肯定想听茶叔的那个。我的故事就是很简单啊，比如说我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啊，就是认识哪个师姐，她可能那个师姐喜欢我，然后就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公共洗手间边没有发生，绝对没有发生关系。
然后我们就还会说，哎，这个就是那个师姐哦，然后我还偷偷录了她的音哦，我还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分享，这样证明我们没有说谎。对，所以我那个同学我那个老师也有那个同学也有分享那个年轻女老师的照片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是听八卦听得很爽，然后就满载而归这样子，载而归。所以然后就他说都没有旗鼓相当的故事跟同学们分享，我落下来了，好吧？但是有很多同学的故事很精彩，当然不一定是出轨的故事，可能是他们可能去哪里，比如说有一些教授他跟政府有合作案，他就会把那个合作案的项目跟过程跟辛酸都讲得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很多政府的内幕或什么，或者是有的同学有投资什么的经历啊，然后就分享给我们，然后问我要不要一起投资或什么赚钱，就对，就是包括刚刚就是像Ben叔说的，就是你参加同学会，人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对其实我的同学同龄人的，就比如说出社会之后，他们的生活到底变得怎么样，我其实也是蛮好奇的。都会好奇，都会好奇。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就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自然而然的攀比，就会觉得人家过得比我好多了。你可能当然同学会大家不会去取笑你或什么，绝对是不会，但是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自卑感。或者觉得自己活得好像不怎么滋润那种。我现在很讨厌刷那种朋友圈，就是谁做个头等舱，把头等舱送的那个洗漱包，然后给照一下，飞机餐照一下，我觉得好无聊，就是分享这些。但是我说实话，台湾还好，不会说特别去有攀比这种物质性的东西，比较不会。我觉得我刷台湾的这种平台，我几乎没有看过在炫耀或在说自己过得多好那样，比较少。但是的确是说很多人会把就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好的一面抛出来，这个那肯定，对，然后晒娃啦那种比较会。那太多了，那你说晒啊？对啊，炫耀物质上的生活有多好，那种在台湾是真的比较少。对啊，是吗？哦，好，对，台湾真的比较少。对，但我知道大陆好像蛮多这种的，对，好，这个也很正常啦。我们3位老师肯定也做过嘛，就是跟同学上私教课的那种哇，上的很好的那个画面或短视频就 po 上去。这个我们老师肯定会做这种事嘛。但私底下上课无聊死了，或者是根本一点都没那么有趣嘛，我们都一定是剪。很正常，我们一定是捡上课最精彩的一段播出去，大家觉得哇，这3位大叔上课多好。实际上，其实可能60分钟里面有没有我的真的很好，好不好？你真的很好，是，对，把你排除在外对，排除在外没有啦，我们3位上课真的都真的很好，都是那些老师啦，炫耀。灿叔把刚才剪掉，我不剪啥，我们很真实。对，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就是说大家也想一想自己的同学、同事、同龄人现在在哪里，那你又在哪里？但是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好。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生活的道路，就是你开心你满足就好了，也不要太苛求自己。我觉得人嘛，就是本来都是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大悲也不要大喜，对不对？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做，开心满足。你像Ben叔过得多开心，对不对？哪里看出来很开心？有吗？看出来。我听你又都不接。录完大叔还有8节课，累死。听Ben叔又不说话，到时候同学又说我话多，我真是难做人，对不对？好 ，OK， 好了，没事。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啦。各位同学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同龄人现在在干嘛。好，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